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丛林老袁。从今天开始，忙里偷闲，来聊一聊人性这个话题。我们经常听到说，某些影视作品深刻揭露人性的阴暗，又有些文艺作品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人性一会儿在这里光辉灿烂，一会在那里阴暗幽深，让人琢磨不透。人性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它是认知我们自身、周围的人群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不论是研究哲学、经济学，还是讨论绘画、音乐、影视艺术，人性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且增加人性的讨论会让作品本身显得更加深刻。说起人性的复杂，也是确实如此。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生活地域，在单个个体人身上，或在族群群体上等方面，人性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因此想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人性，都难免会陷入片面的论述之中。比如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他们都是论述人性，却得出截然相反的论断。如同盲人摸象，摸到耳朵，说大象是扁的；摸到四肢，说象是圆柱子。都对，又都不对。人性为何如此复杂？因为人性是个抽象的概念。表面上我们要讨论一个又一个人的基本性质，但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人，广而化之，就是全人类。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讨论的对象，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是不难想象的。另外一方面，人是万物之灵长，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复杂的高级生物。光是简单单细胞生物，我们都远未彻底了解，更别说我们人类自身了。既然要准备考察更全面的人性，首先要强调一点，这里的所说的人性所指是人的属性，而不是指专门属于人的某些特性，比如性善论。说起性善论，最著名的鼓吹者就是战国时代的孟子了。他老人家提出的所谓的四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其实孟老夫子是想强调人类区别于其他飞禽走兽的一些特性，没有这些特性就是非人也，还是属于禽兽群体范围。这里强调一下，特性就是其他物种所没有的属性，是人类所独有的。而有了这些，才可以说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野兽状态，从而成为真正的文明的人。而与孟子相反，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强调利欲、耳、目、声、色之欲乃人之本性。孟子的善知性是后天学来的，需要圣人通过礼仪教化使普通人有善的特性。应该说，荀子作为比孟子稍微晚些时期的人，他对人性的认识比孟子是有进一步的。孟子的性善论强调的是一些善的特性，但是要全面的了解人性，光了解特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更完整的人类属性。因此荀子承认礼仪教化可以让人产生善之属性，但他更强调人的基本自然属性，食欲、色欲、贪欲等等。荀子的性恶是相对于孟子的性善来说的，而他强调的这些人的自然属性，其实并非是十分恶，而是偏向非恶非善的中性属性，比如食欲、色欲、利欲等。如图所示，横轴表示人性的善恶度，左侧指向性恶，右侧指向行善。对于动物来说，它们大体上既不善也不恶，所以动物性集合是靠近中间区域。而对于人来说，人性集合中有很多善的方面，也有很多坏的方面。在自然性方面，人和动物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比如都有温饱需求、性需求、安全需求等。孟子所强调的人性善是强调人高于动物性的性善的那部分，而荀子承认人有性善的部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人性之本，他则更强调人的自然性和性恶的那部分。从认知过程来讲，
荀子对人性认知的拓展是基于儒家的性善论，是从孟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这是符合正常的认知发展规律的。对于儒家伦理，从孔子起，他作为儒家理论的奠基人，一生提倡克己复礼，推崇周公建立的以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周礼，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爱等观念。然后到了孟子的仁、义、礼、智以及人性本善等观点，这些是一脉相承的。我称之为群内伦理范畴，就是说直到孟子，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他们关照的是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大白话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怎样，我们的人性应该是怎样的。而到了荀子这里，他的理论在认知论上是在儒家认知轨道上转了个大弯。荀子承认人性有善，但是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通过教化得来的。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圣人、君王通过礼法教化，才能使人摆脱性恶而向善。在这里，他不知不觉间就将圣人与庶民、君王与臣民在人性上就对立起来。他们不再是亲亲而人民的一家人，而是需要管制教化的不可信任的人，否则他们就是作恶捣乱。荀子不经意间就脱离了儒家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大共同体理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周王朝的家国一体的宗法体系到了孟子、荀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已经土崩瓦解。这时候周王室名存实亡，天下礼崩乐坏。这个时期诸侯国相互征伐，国家间互为仇寇，以灭掉对方、灭国绝嗣为最终目的。因此各个诸侯国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孟老夫子这个时候还向各诸侯宣扬仁义，讲究一家亲的群内伦理，显然不合时宜，处处碰壁就不奇怪了。从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到秦孝公任用商鞅，战国群雄纷纷变法图强应对国家生存危机。虽然各国变法各有不同，但都会打击封建贵族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并且开始发布由君主制定的成文法，以西周礼法为基础延伸到民众的经济生活领域。简单来说，就是改变过去的宗法封建制，向中央集权转变。这里一改过去的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国人等多层级的大宗、小宗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变成了一国之君为了集中权力和资源于中央进行权力的零和博弈，形成了一国之君与上层贵族、地方豪强甚至普通民众形成的对立关系。谁能把全国的资源集中的越彻底，他就越能在战国生存竞争中胜出。秦国就是在商鞅变法下，收贵族权力于中央，建立耕战制度，直接控制民众为国家军事服务。全国一盘棋，对国家各种资源如臂使指，高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从而成为了关东六国的噩梦。关于中央集权，以后我会有专题论述。而荀子提出的性恶说，契合了当时的各国君主集中权力，与贵族、士大夫甚至民众对立的这个趋势，奠定了法家理论的基石。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一个理论一个实践，让法家发扬光大于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因此说，法家理论是一种应对族群间相互对立竞争进行零和博弈的群间政治伦理。而同时期的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则是一种强调合作互助的群间政治伦理。以后我也会单独的做一个专题，聊一聊春秋诸子百家理论在社会学中的位置谱系。那么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从性善论到性恶论，然后综合统一并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人性理论，应该是正常认知流程。可为什么1-2千年来在中国，人们却一直在性恶论、性善论两极间摇摆，争论不休呢？其实很简单，凡是以族群共同体角度看待人性的，必然强调人性本善。
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明显高出其他物种的社会形态，必然是因为人性之善而产生的。而凡是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竞争为着眼点的，必然强调人性之恶。而人类社会的各群体都是在这两种力量相互交织的作用下，不停地演变到今天。在一个共同体内，大家相亲相爱，互助合作，维系一个共同体，而展现人性之美，不同的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遏制，甚至相互残杀，又充分体现了人性之恶。而共同体的界定却不是固定的，是可能随时变化的。一个人可能分属不同的共同体，比如家庭、同学、同乡、同僚、民族或国家等共同体。对于不同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属于一个共同体，什么时候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完全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们可能两根同属于一个种族，却不属于一个国家，属于一个国家，又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地区，属于同一个地区，却又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家族。因此，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会不停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之间的模式不停的切换，也导致人性的不可捉摸性。比如说，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相互残杀了10年之久。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他们对面日本侵略者时，他们则抛弃前嫌，相互合作，共同抗日。而当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他们又变成了敌对关系，一方以消灭掉对方而后快。这截然不同的人性体现，无非是各自的共同体的认同发生了变化。有人说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文明、先进、素质高，还有人说他们残酷、狡诈、侵略成性。同样道理，在他们共同体内部，他们确实显示出诚实、隐忍、遵守纪律等优秀的品质，而他们对外侵略其他国家时，也确实展现出了凶残、野蛮的一面。从秦汉1-2000年以来，在中国一以贯之的是君主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虽然有所反复，不过大体上是大致如此的。在政治层面来讲，就是君主把几乎所有权力收归中央，集中于他自己一人身上，包括国土所有权、军事指挥调度权、立法、司法、行政权、经济管理权等等几乎所有权力。虽然他会任命官僚代替他行进管理，但是他可以随时任免他们，因此本质所有权力还是归于他一身。从权力结构上来讲，这是一种零和游戏，君主一个人权力多了，那其他人的权力自然就少了。这些人包括旧贵族、官僚、将军、地方豪强，甚至普通民众。君主与这些人，或者说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在权力上来说是对立的关系。从这点来说，他们确实是孤家寡人。很自然的，君主与其他人在权力斗争中相互都展现出人性中恶的一面。法家理论完全是为君主集权而生的，他们强调臣民需要圣人或君主教化管制，否则他们就会犯上作乱，而成为刁民。商君书所说的弱民、贫民、辱民、愚民等，则向君主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来管制民众，为稳固君主集权服务。但是这种与人人为敌的模式，可以短期内集中力量，但却难以长期维系。暴秦2世而亡，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从汉武帝开始，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帝希望利用儒家的君权天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理论运用到帝国大共同体内，形成天下一家的概念，来怀柔大一统治下的上至官僚下至普通民众的所有人。所以说1-2000年以来性恶性善之争，不过是中国秦汉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上的儒表法理，或者说虚儒实法投射到哲学认知上的表现罢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有点意思，欢迎点赞、关注或评论。
谢谢收看。